西元前58年，凯撒42岁，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高卢的行省总督职位。这对很多罗马政客来说不过是一个有水的肥缺，但凯撒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看到了军队，看到了战功，看到了那个能让他从一个欠债累累的政客变成让整个罗马都不敢轻视的人物的机会。高卢大致就是今天的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一带，当时住着数十个凯尔特部落，彼此征战不休，对罗马既畏惧又不服。罗马人称他们为蛮族，但实际上这些人有自己的农业、冶金、艺术和信仰体系，绝非单纯的野人。凯撒出发前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理由。赫尔维蒂部落宣布要大规模迁徙，路线刚好穿越罗马的省份，凯撒以保护罗马利益为由率军拦截，战争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他自己创造的开场白，而接下来的8年，他把它变成了一部史诗。接下来的8年，凯撒几乎每年都在打仗。他的《高卢战记》把这段历史用第3人称写了下来，通篇的凯撒命令、凯撒决定、凯撒前进，读起来既客观又霸气。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件政治武器，凯撒写它不只是为了记录，而是为了让罗马城里的人每隔几个月就收到一份战报，知道他又打赢了哪场仗，又征服了哪个部落。8年里，他的军队击败了超过300个部落，歼灭或俘虏了大约30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卖为奴隶。这些钱反过来又资助了更多的战争和他在罗马的政治运作。凯撒在高卢最危险的一役发生在西元前52年，维钦托利领导了高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反抗。这位年轻的部落首领有着非凡的个人魅力，他让高卢各部落暂时放下彼此的仇恨，联合起来对付罗马。阿莱西亚之战，凯撒同时包围了城内的维钦托利，又在外围防御庞大的援军，以少数兵力打赢了一场两面夹击的战役。这在军事史上至今仍是一个经典案例。维钦托利最后投降，走进凯撒的营帐，脱下盔甲，跪在地上。这一幕被记录在了无数后世的画作里。时间倒回高卢战事之前，西元前60年，凯撒还在筹谋如何拿到高卢总督一职。他做了一个改变罗马命运的决定，把当时罗马最有钱的人和最有军事声望的人拉进了同一张桌子。克拉苏，罗马最富有的人，有钱到可以私人资助一支军队。庞培，罗马最受爱戴的将军，东方战役的英雄，元老院的宠儿。凯撒既没有克拉苏的钱，也没有庞培的名声，但他有的是智谋和政治手腕。3个人达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协议，史称前3头同盟，本质上是一个互相利用的权力交换。凯撒帮庞培通过他想要的法案，庞培借给凯撒名望，克拉苏提供财力支援。这个组合让罗马共和国的正式机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形同虚设。但同盟的基础从一开始就不牢固，3个野心勃勃的男人注定不会永远在同一条船上。西元前54年，凯撒的女儿尤利亚，同时也是庞培的妻子，在难产中去世，把2个男人之间最后一条私人纽带也切断了。2年后，克拉苏在帕提亚战死，三脚架少了一只脚，倒塌只是时间问题。西元前55年和54年，凯撒2度跨海进攻不列颠，也就是今天的英国。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看，这2次远征都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成果，
没有建立永久驻军，没有设立行省。高卢战役结束后，罗马也没有立刻回头占领不列颠。但凯撒深知，在罗马城的市民眼中，跨越海洋本身就是一种伟业。不列颠在当时的罗马人眼里，几乎是世界的尽头，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岛屿。据说那里的人把自己涂成蓝色，住在雾气中，骑着战车冲锋。凯撒登陆不列颠的消息传回罗马，元老院投票通过了一个持续20天的公开感恩祭。相比之下，庞培最辉煌的胜利也只得到了10天。这个数字的意义，凯撒一清二楚。有趣的是，凯撒在《高卢战记》里对不列颠的描述相当详尽。他写到那里的兔子、鸡和鹅，说当地人把这些动物当作禁忌不吃，只养着玩。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英国动物的文字记录之一。写这些的人是一位刚刚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罗马将军。高卢战事接近尾声的同时，罗马城里的政治局势也愈来愈紧绷。庞培在没有克拉苏的制衡之后，开始向元老院靠拢，成为保守派的代言人。而元老院里有一批人始终对凯撒怀有深深的戒备，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在外面打了8年仗的将军，手下有10几个忠于他个人的精锐军团，回到罗马之后会是什么局面。西元前49年初，元老院向凯撒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解散军队，以平民身份回到罗马，否则将被宣布为国家公敌。这个要求表面上合乎共和国的法律，但凯撒知道，一旦他放下武器，等着他的不是体面的退休，而是政敌们已经准备好的审判。护民官安东尼和卡西乌斯代表凯撒在元老院提出否决，却遭到驱逐，被迫连夜逃出罗马，赶往凯撒的军营。这个消息成了凯撒最后一张牌的理由。被驱逐的护民官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保护他们就是保护共和国。凯撒不是在反叛，他是在保卫宪法。这个说法到底有多少人相信，不得而知，但凯撒说得铿锵有力，他的士兵信了。西元前49年1月，凯撒率领第13军团来到卢比孔河畔。这条河在地图上不过是一条细线，河面也不宽，水流也不急，但它是罗马法律规定的界限，任何指挥官带兵越过这条河进入意大利本土，就是对共和国的宣战，是叛国，是不赦之罪。凯撒在河边停下来，沉默了很长时间。据说他的智囊历史学家阿西尼乌斯在旁边看着他思考，谁也没说话。后来凯撒说了一句话，原文是希腊文，引用的是雅典剧作家米兰德的词，让头子飞吧。然后他纵马入河，士兵们跟着他过了河。从这一刻起，没有退路，也不需要退路了。整个罗马帝国后来的历史，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从这一次涉水开始的。庞培在得知消息后，没有选择坚守罗马，而是带着大批元老院议员仓皇出逃，渡海撤往希腊，把整个意大利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地让给了凯撒。凯撒进入罗马的那一天，没有战斗，没有流血，城市安静地换了主人。凯撒控制罗马之后，没有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纵兵劫掠或血腥清算，他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政策：宽恕。投降的敌人不杀，愿意回来的流亡者欢迎。这个策略在历史上被称为凯撒的仁慈，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算计。杀死敌人只能得到一个死人，宽恕敌人却能得到一个欠你人情的活人。西元前48年，
凯撒率军横渡亚得里亚海，追击庞培至希腊。法萨卢斯战役，双方在希腊中部正面交锋。凯撒的部队虽然数量较少，但训练更精，更有战斗意志。庞培的军队最终溃败，庞培落荒逃往埃及，以为可以在那里找到庇护，因为年轻的法老托勒密13世曾受过罗马的恩惠。但托勒密13世的谋臣选择了另一种逻辑，杀掉庞培，把他的头送给凯撒，以为这是一份足够重的见面礼。凯撒抵达埃及，打开那个盒子的时候，据说他哭了。尽管庞培是他的对手，但那曾是他的盟友，他女儿的丈夫，一个值得在战场上击败的对手，而不是被人在小船上谋杀的猎物。凯撒下令厚葬庞培，然后转过头来处置了那些自作聪明的埃及人。在埃及，凯撒遇见了克利奥佩托拉七世，一个比他小30岁的女人，也是有史以来最被误解的女性政治家之一。克利奥佩托拉不是埃及人，她是希腊人，托勒密王朝的末裔，她是托勒密王朝300年历史中第一个愿意学习埃及语的统治者。此外，他还会说9种语言，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和行政官员。至于那个他藏身毯子里被人扛进凯撒房间的故事，正史记载的其实是一个袋子或布包，毯子是后世的浪漫演绎。但不论怎么说，出现在凯撒面前的是一个胆识过人、目的明确的女人。他需要凯撒帮他打败弟弟托勒密13世，重新夺回埃及的王位。凯撒需要埃及的粮食和财富来支撑他在罗马的政治野心。两个人的合作称不上纯粹的爱情，但也不只是政治计算。在那个充满算计的时代，这已经算是难得的真实了。克利奥佩托拉后来为凯撒生下一子，取名凯撒里昂，意思是小凯撒。但凯撒公开场合从未正式承认这个孩子，也许是政治考量，也许是别的什么，这是他留给后世的谜题之一。埃及事务告一段落之后，凯撒转战小亚细亚，对付法纳西斯2世，那是一场几乎可以称为顺手的战役。凯撒的军队从抵达到取得胜利，大约只花了5天时间。他给罗马城里的朋友阿米提乌斯写了一封信，报告战况，只用了3个词：我来，我献，我征服。拉丁文的原文是 Veni, Vidi, Vici， 3个词首字母全是 V， 节奏整齐的像一首诗。这3个字跨越了2000多年，成为人类语言里最广为人知的胜利宣言之一。很多人引用它，但很少人知道，这不过是凯撒写给朋友的一句话，是他在忙碌的军事行程中用最少的文字传达最完整意思的一种习惯。凯撒是一个极其擅长语言的人，他的拉丁文以简洁有力著称。西塞罗，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读完凯撒的著作之后，说了一句话，他写得如此精炼，让那些想要改写他文章的人反而找不到下笔的地方。这是来自对手的赞美，也是最真实的评价。西元前45年，内战最终结束，凯撒成为了毫无疑问的罗马主人。他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包括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儒略历，也就是现代阳历的前身，整顿腐败的行省治理，重新分配土地，扩大公民权的范围。西元前44年的春天，在卢佩卡利亚节的庆典上，安东尼3度公开向凯撒献上王冠，凯撒3度拒绝，全场欢呼。这个场景的真实意图，2000年来争论不休，是凯撒真的不想当国王，还是他在试探民意，
还是他和安东尼合演的一出政治戏码，让人看到他拒绝了王冠，同时又让人明白王冠就在那里。但无论如何，这一幕激怒了元老院里那批把共和国视为信仰的人，他们开始密谋。凯撒知道吗？或许知道一些，他的朋友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他的占卜师警告过他3月15日，但他选择了继续走进元老院。有人说那是英雄的傲慢，也有人说那是一个活得足够久的人，已经不再怕死了。下一集，我们走进那个3月的早晨，走进23把匕首的等待，走进帝国的诞生。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请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我们期待下次见。